长沙人做菜啊，就是喜欢放辣椒，就算炒青菜也会习惯性的放一点。所以作为一个湖南人，经常会被问到是不是很能吃辣，不怕辣。其实我们也有怕的时候啊。在我印象中，长沙就有3家超级辣又好吃的店，每次都被辣成香肠嘴，又停不下来。第一家是以前开在立交桥底下的烧烤摊，生意火爆的，每晚不等2个小时别想吃。现在店面大了，还弄了这么长的烤架，看着一排的串子，食欲马上就来了。给你们看看菜单啊，讲个烤串只烤荤的，不烤素的，辣椒就像不要钱一样，作死的撒。之前有一次实在是太辣了，朋友就说干脆别放辣椒了吧，结果蒋哥说那不晓得搞，说完一把辣椒又撒了上去。肉来了，盘子里渗出来的全是红油，一看就很辣的样子。这个是招牌的牛肉串，牛肉是很大一片的，你们看着晶莹的色泽，这诱人的香气，闻到了吗？虽然是烤出来的，但它嫩的就像新鲜牛肉裹了蛋清蒸出来的口感，又弹又滑，还相当的入味。只是今天这牛肉好像不怎么辣啊。再来试试羊肉，虽然牛肉是招牌，但我和朋友们都更喜欢这里的羊肉。在孜然和辣椒的包裹下，用肉眼已经很难分清哪块肥哪块瘦，哪块是半肥半瘦。运气好的话，还会碰到一整块肥的，边缘酥得像油渣一样，中间肥美的脂肪1秒就能在口中融化，伴随着炭火的余温，油脂在舌尖滋滋地舞动着，牙齿摩擦的瞬间，汁水四溢，一股浓郁的油香充斥着整个口腔。羊啊，就是要肥的才好吃啊！今天那块肥的真的太好吃了。仔细看你就会发现，串羊肉的不是普通竹签，而是红柳条。用它来烤羊肉会更香吗？会更贵。老板说这个红柳8毛钱一根，最多用2次。但我觉得以蒋哥的烧烤技术，就算用普通签也会很好吃的。再来看看这个牛筋，光看我的口水都会疯狂分泌，咬上去是有韧劲的那种，软硬刚好，嚼着嚼着竟然还有点粘牙。这里的每一种烧烤都深深地吸引着我，一顿下来肚子里全是肉，什么素菜凉菜的一个都没点，来这里就是要把肉给吃爽了。就是搬家前来吃的，觉得这里辣一些，现在没有以前辣了。啊，烤不好就放点啥去的？放少一些是吧？以前放的多些。你是我放的包你了，我放的包你了。真是的，以前不想吃辣椒，给我作死的放，今天专门想给你们看看，下手又这么轻。不过接下来要吃的这个东西啊，那可就厉害了。我们本地人平时都不敢多吃，外地人基本上是舔一下就要被辣晕了，就藏在眼前的这家小吃店里。来，看看墙壁上的菜单，你们猜猜啊，最辣的是哪一个呢？答案就是最便宜的拍黄瓜，没想到吧？其实也不便宜，以前5块钱能买一大包，和好几个同学一起抱着啃，现在就这么一小碗，老板变抠了，那就保守一点，先来2碗吧。一起看看这个变态辣椒桶里的变态辣黄瓜，经过长时间的浸泡啊，酸爽至极的辣味已经渗透进了黄瓜的每一个细胞里。看起来并不可怕，并没有看到任何辣椒，但是吃起来就不一样。入口先是酸，然后才是辣，酸味是用来分散你的注意力的，其实辣味早在暗中蓄力。多吃几口之后，舌头竟然有了麻痹的感觉，你会不自觉地倒吸冷气。这个时候啊，千万要继续吃，不要停，因为酸爽可以暂时压一压重辣。虽然我也不想停下来的，但这2碗已经被我吃光了。大姨友情提示，一定要点几杯冰绿豆沙来续命。嘴巴好痛啊！不行，我要买个老北京冰棒那种，这样冰镇我的嘴巴，快变成欧阳锋了，好吗？而且我跟你说，它是越吃到后面越辣，但是越辣你就越想吃。我今天就不作死吃很多了，我就吃了2碗。
以后如果有朋友来长沙，想试一试长沙到底有多辣的话，就可以让他过来挑战一下，看看他到底能够一口气连吃几碗不喝水。黄瓜只是开胃，这里的骨头汤都挺好喝的，有海带、莲藕、土豆。我最喜欢的是土豆的，可能因为大块又管饱吧。土豆已经炖成了粉粉的口感，骨头汤鲜味浓郁，咕咚咕咚一碗就下肚了。喝完汤来吃酸辣粉，有拍黄瓜在，你这也好意思叫酸辣粉，真是完全不酸不辣。其实你吃完黄瓜之后啊，吃什么都觉得淡。这里的黄瓜出名，绝不只是因为辣，而是又酸又辣又脆爽，是真的好吃。在我心中还能和这黄瓜一较高下的，就是一盏灯的鸭掌筋了。为什么点外卖呢？因为这就是我在吃外卖的过程中得到的经验。你看啊，这么多辣椒籽，一看就很辣，底下是鲜艳的红油。一般中午我只会吃一半，剩下的到了晚上啊，用微波炉再加热个几分钟。我的上帝哦，这才是它最辣的终极形态。哇，闻起来就很辣，比在店里吃的辣得多，我跟你说。这2次加热以后，那个辣椒籽啊，辣椒的味道就更加渗透到这个鸭掌里面了。就是从嘴巴，你可以感觉到这个辣味一直沿着你的食道，就一直到胃里面，全部都是火辣辣的感觉。这个停下来，就是你只会觉得你的舌头是火辣辣的，但是那个拍黄瓜，你停下来的时候，就整个嘴巴是麻木的。两种辣的感觉还不同。如果只是想挑战一下自己的极限呢，不如啃2个魔鬼椒来得痛快。要想辣的好吃，越辣越停不下来，那才是真水平。你们在长沙还吃过什么比这更辣的吗？快留言告诉我，下次有别的 UP 主来长沙玩，我一定带他们去吃。如果你搭高铁来长沙，一下车你就在雨花区了，今天就带你在雨花区吃1天吧。早餐当然是从1碗米粉开始了，只不过这家老店又搬迁了，正好我们一起去旁边新店看看吧。到了，看看现在是11点半。这里搬家之后人气还是很旺，和以前一样忙碌。店家一波下粉的操作行云流水，食客也很跟得上节奏，大家都熟门熟路的。在这里的众多码子中，我最喜欢的是牛肉的，没别的，就是因为肉够多。酸豆角、酸菜、榨菜各1勺，坐下我就开吃喽。你们猜有多少片牛肉？足足12片，这里真的是一点都不抠。米粉就是要趁热吃，刚好吸入了一些汤味，完全泡发了就不好吃了，我就少拍几个特写镜头好了。这里的码子是真的优秀，牛肉带筋，炖得刚刚好，完全不会老，不塞牙。吃完这么大1碗粉，这么多牛肉，基本不用吃午饭了。12块钱1碗还是涨价后的，而且环境比之前好多了，都有空调了。只是这瓷砖地确实有点滑，大家来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地滑啊。半小时前还是蓝天白云、晴空万里，突然就暴风雨了。冒着这么大雨也要吃的，就是长沙排名第1的私房菜。你看，都中午1点半了，这店里满满都是人呢。结果我跟你说，好滑啊，那个上面。谢。好。假装若无其事地走进店里，痛倒是不痛，就是尴尬的要死。门口还那么多人，衣服和鞋都弄湿了。不过这些都无所谓了，就怕招牌菜没有了，还是赶紧点菜吧。招牌就是这个牛肉生煎蛋，看起来红红的，其实只有一点点辣，牛肉是很碎的。目前看着还像一锅汤，一旦加热到锅里冒泡，老板就来拌牛肉了。先把蛋黄拌匀，然后继续搅拌加热。刚上桌的时候没什么香气，但是拌着拌着，时不时就会闻到一股复杂的香气，催人口水。等到完全收汁之后，现在才是它的最终形态，和开始比是不是食欲全无，像豆腐渣一样？所以说老板才会在生的时候就把它摆上桌嘛。弄成这副模样是要干嘛呢？当然是用来拌饭吃了。此刻的鸡蛋和牛肉早已融为一体，彼此包裹，互相渗透。来1勺热乎乎的米饭，盖1勺闪着光的肉末，阿伟死了。
入口有一丝丝辛辣味，是姜，还有咸鲜的是豆瓣和辣椒。牛肉很碎，但是肉香明显。虽然已经找不到蛋了，但是蛋液粘稠的口感已经蔓延到了整个锅中，连姜末都裹上了嫩滑的外衣。的确要趁热吃，如果牛肉的温度低于米饭，那就不能清晰地感受它的层次了。接下来这道是黄焖鳝鱼，我最喜欢吃鳝鱼了。很多店都会放黄瓜，而这家放的是青豆。鳝鱼软软的，很入味，因为放了酸菜，所以汤汁也带一点点酸味，很开胃。这道菜既不油也不辣，用汤汁拌饭也没有什么罪恶感。这是老板强烈推荐我点的坛子肉，难道他看不出我在减肥吗？看着层次，掉了；看着层次，哎，虚了；看着层次，肥瘦肥瘦的，标准的六花肉，而且每一层都那么……哎，你这肉怎么回事了？你也脚底打滑，非要泡个澡是吧？这肉完全不肥腻，瘦肉的部分也很酥，是在坛子里烤过之后再用大蒜辣椒炒的，而且咸度适中。这里的菜都只是微微辣，还点了一个韭菜炒豆芽，这一餐也算是有肉有青菜了。吃完已经2点多了，店里的客人都走了，店家也准备开餐了。来看看长沙第一私房菜的工作餐怎么样？这个是辣鸡吗？辣火鸡翅膀。要是做那个，还有那个在哪儿有？好，谢谢。离开的时候雨已经小了，晚饭时整座城市又恢复到了下雨前的闷热。闷热的夏天就是吃小龙虾最好的季节。这家唐记虾王以前开在一个老小区的门口，现在也换大门面了。这次拍 vlog 真的是拍一家搬一家。哇，这虾好大一个，等下就要吃你们了。喜欢来这里吃虾，一是因为卫生，吃完从来没拉过肚子；二是因为他家是老味道，是传统的口味虾做法，满满一大盆辣油，一上菜就有一股浓浓的鲜香味。虾个头大，放紫苏，还有我最爱的魔芋豆腐和香菜。虾超级烫的，最好捞出来先晾一下再吃。虾都很大，全都开过背，处理过虾线，手指轻轻一顶就出来了。肉白又嫩，很入味，放了那么多香菜，也没有太大的香菜味。嗨，好吃，和我做的差不多。我之前教大家那个小龙虾的方子也很好吃，就这里的虾也很好吃，但是我真心觉得它的魔芋豆腐胜过了虾。魔芋豆腐吸收了虾的精华，这个豆腐好好吃，好软啊，吹弹可破。你看，魔芋豆腐是每天新鲜现做，然后送过来的，又薄又嫩，根本不用咀嚼，牙齿一碰就碎了。挂满了汤汁的魔芋豆腐，满分啊！除了口味虾，这里的梭罗也很好吃，先嗦屁股，再转过来，用力嘬一口就行了。如果你不会嗦，也可以多挑战几次，实在不行就老老实实用牙签挑一下吧。梭罗很鲜，略咸，还有一股药材的味道，很开胃。这是油炸的鳝鱼，我们叫它太极图或者盘龙鳝。你们知道这个要怎么吃吗？找到它这个脑袋和背连接的地方，然后用牙齿咬下去，用牙齿感受它那个骨头的纹路，然后这样一撕，然后这样一撕。在一波咸咸辣辣之后，来一份撒满糖的凉拌凉薯吧，就是把凉薯切片，然后冷藏，撒上一层白糖，超好吃的又解辣，你们在家里也可以试试。因为最近在减肥嘛，所以今天就不吃宵夜了。下周大姨再带你们去岳麓区吃好吃的，我们下周再见啦。